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75岁开始停止这些事，让人生更幸福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停止让大脑不工作的生活方式；第二，停止让自己紧绷的人际关系压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停止让大脑不工作的生活方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固定的日常，每天同一时间起床，吃同样的食物，沿着同样的路线散步，看同样的电视节目，然后就去睡觉。这种单调的习惯看似稳定，却会让大脑，尤其是前额叶逐渐退化，而大脑退化又会导致生活越来越单调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前额叶功能会从40岁开始衰退，一旦前额叶老化，对新事物的应对能力就会变差，但现在开始改变也不晚。在前额叶完全衰退前，应该主动增加新的刺激。关键做法是避免过度固定的习惯。日常习惯通常不需要动脑，因此要主动创造让大脑工作的机会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外出活动，例如培养兴趣、参加志愿活动、外出旅行等。外出的好处包括：与人交谈能强烈刺激前额叶，有助预防与延缓认知症；遇到与计划不同的情况时，能迫使大脑及时反应。当环境变化大时，大脑必须主动处理新资讯。如果无法频繁安排活动，也可以从日常中制造小变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尝试很多简单的变化，例如改变散步路线，去平时没去过的超市，使用平常不用的餐具，换个位置做饭桌，阅读平时不看的书籍类型。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每天体验一件小小的惊喜或变化。只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变化，大脑就会竖起天线，自动开始探索新鲜的事物。例如，买与平常不同品牌的酱油，把常吃的卷豆腐换成木棉豆腐或反过来，早饭的荷包蛋换一种调味，在常去的咖啡馆点从未尝试过的菜单。这些微小变化都能刺激前额叶，累积起来便能有效延缓大脑老化。如果把人生视为实验，就不会害怕失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即使尝试新事物失败了，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。例如，想交新朋友但没有建立起关系，也可以视为缘分不合，继续寻找下一个连接即可。不必给自己压力，也不需要刻意让自己经历不愉快的事情，因为压力会伤害前额叶。重要的是，做让自己开心的事，并通过快乐来刺激大脑，这样才能真正延缓大脑退化，让生活越过越有活力。此外，把电视当成主要资讯来源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电视是一种容易煽动不安与情绪的媒体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电视上几乎充斥着新冠很可怕，一定要待在家里等讯息。许多人因此会感到恐惧，不敢外出。然而，高龄者若长期按照电视的建议闭门不出，反而会导致运动不足、双腿变弱，75岁以上肌肉流失加速，跌倒、骨折、卧床风险大幅增加，活动减少，食欲下降，营养不良，从而引发身心疾病，促进老化速度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您可能躲过了病毒，却可能因此变得体弱多病。盲目遵从电视的说法，一直待在家里，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电视常常只呈现偏颇的资讯，例如，老年人若发生车祸，媒体会大肆报道年轻人造成的事故，却鲜少被关注。但事实上，75岁以上的长者造成死亡事故的比例，甚至只有75岁以下的一半左右。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高龄者妖魔化吗？如今除了地面电视台，还有各类网络平台，以及 YouTube 等多元管道。与其把时间交给电视，不如主动寻找更多元有益的大脑刺激。不要害怕失败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记忆差错或小失误确实会变多，但很多人一旦出错，就会想，
我已经老了，不行了。为什么当时要做那种选择？这种负面思考会让身心与大脑老化得更快。人生多数事情本来就不会完全如愿，日常发生的小失误，并不会让您倾家荡产，也不会让您丢掉性命。失败之后，只要再来一次就好。看看政坛就更清楚了，许多政治家因为言行或丑闻被骂得体无完肤，辞职消失一段时间，但过不了多久，又若无其事地参选当选，甚至再次成为大臣。他们似乎完全不把过去的失败放在心上，这说明一件事：人们其实很快就会忘记别人的失败。既然如此，普通人因为一点小失败就沮丧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？面对失败时的诀窍，如果您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，可以对自己说一句：总会有办法的。仅仅这一句话，就能促使大脑分泌动力荷尔蒙多巴胺，让情绪重新变得积极起来，因为大脑会被自己说出的语言所影响。此外，还可以多关注自己做得好的部分，对自己说：我其实做得不错，这样能有效提升自信与精神状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停止让自己陷入压力重重的人际关系。根据日本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，高龄者家庭中已有 49.3% 是独居，并且仍持续增加。在未来，独居老人将会越来越多。即使现在你与配偶健康地生活在一起，也应该为将来做准备，不要过度依赖配偶，而是培养自己一个人也能快乐生活的能力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就一定会寂寞，只是我们自己对孤独的主观定义。现在许多年轻人宁愿享受游戏、动画，也不想恋爱或结婚。他们拥有大量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，反而从孤独中获得乐趣。这说明孤独本身是可以被享受的。如果因为离异、丧偶等原因不得不开始独居，起初一定会感到孤单，但重要的是要学会转换心态，把孤独当成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，让自己一个人也能变得有精神的方法。你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个人的时候，哪些事情会让我变得有精神，可以列成清单，例如散步、运动、学习自己有兴趣的知识、培养新的兴趣、参加课程、手工活动等。最好不是只有一项，而是准备多种让自己快乐的方法，这样即使突然进入独居，也不会手足无措。过度依赖配偶是大忌。退休后关系恶化的夫妻，往往是因为丈夫过度依赖妻子。丈夫在工作时期，妻子可以自由安排生活节奏，但丈夫退休后，长期待在家里，家务能力不足，又事事靠妻子。一旦妻子要出门，他还想跟着去，这会让妻子的自由被剥夺，压力不断累积，甚至可能导致抑郁症。维持幸福夫妻关系的关键是保持适当距离。为了维持愉快的夫妻生活，减少一直待在一起的时间，发展各自不同的兴趣爱好，甚至可以各自去旅行。不同的兴趣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活动，也就更容易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。各自与想同行的人去想去的地方旅行，反而能让人生更加充实。未来年纪更大时，夫妻确实会进入必须互相扶持的阶段，但在那之前，尊重彼此独处的时间，对关系会更健康。停止在人际关系中一味忍耐。年轻的时候，工作场所或亲戚中，即使有人让您不舒服，您可能也不得不忍耐、应付、维持关系。但到了75岁以后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勉强自己忍受讨厌的人，远离让您感到不适的人，您完全可以活得很好，而且会过得更轻松。如果勉强与讨厌的人来往，就会产生巨大压力，可能引发抑郁症、自律神经失调、食欲不振、血液循环不良、免疫力下降，身体各项功能衰退。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只为了维持一段不情愿的人际关系，实际上对自己毫无益处。讨厌的人依旧按照他们的方式享受生活，而您却因此生病，这不是非常不值得吗？既然如此，不如
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，只与喜欢相处舒适的人往来，让身心都保持平稳愉悦，让人生真正属于自己。人生属于自己，如何活，跟谁来往，都是您的自由。最重要的是让自己不后悔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